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好多父母拼尽全力养孩子，到头来孩子却越来越远。他们天天念叨我，这都是为你好，可孩子连看都不想看他们一眼，不是打游戏躺平，就是一回家就关上房门，好像这个家是个牢笼。你叫他往东，他偏往西；你让他读书，他偏刷手机。很多父母心里苦啊，说我自己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什么好的都给他了，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？其实你仔细想想，孩子没出息，问题根本不在你给没给够，而在于你教没教对。不是你给的多他就好，而是你自己的心正不正，气顺不顺。你的心一乱，气一躁，你给出去的东西里头就带着毒，孩子接过来慢慢就被毒坏。孩子小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，你什么样子他就学你什么样子。你整天焦虑埋怨急躁，他就活在一个压抑紧张的状态里，他心里头不安定，怎么会有主见，怎么会有志气？你看有些家庭父母一天到晚吵吵闹闹，互相指责，孩子站在旁边，表面上不说话，心里头已经学会了把情绪往肚子里吞。等到有一天压不住了，就用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，要么叛逆离家，要么自暴自弃。这不是孩子自己变坏，是家里的气养坏了他。我们中国人讲，家不只是一个住人的地方，它是一棵树的根，是一个完整的能量场。你把根养好了，树才能长得高；你把家养稳了，孩子才能站得直。从易经的家人卦来看，一个家庭要有秩序，有榜样。父母是家的领导，但这个领导不是靠吼出来的，而是靠做出来的。你嘴上讲一堆大道理，自己回家就瘫在沙发上看手机，骂别人，抱怨工作，孩子怎么可能听你的？他嘴上不说，心里早就在学你。你说读书重要，他看你从来不翻书；你说要有礼貌，他看你当着别人面说坏话；你说要努力，他看你遇到困难就唉声叹气。他学的不是你的话，是你这个人。家人卦里还讲一个道理，叫做阴阳调和。一个家不能只有严厉没有温柔，也不能只有放任没有规矩。该严的时候要严，该温的时候要温。你一直打压他，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；你一直惯着他，他就不知道边界在哪里。阴阳不调，气就乱，气一乱，孩子就容易生病，容易暴躁，容易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家庭教育说到底不是在抓孩子，而是在养这个家。家养好了，孩子自然就养成气了。那为什么那么多父母拼了命努力，孩子却越来越不听话呢？我们今天就来讲3个最常见的误区。第一个误区是控制。很多父母，尤其是自己有点成就的，习惯在单位当领导，做主管，回家也把这一套用到孩子身上。几点睡觉，几点起床，读什么书，交什么朋友，连兴趣爱好都要替他决定。结果孩子就像一个提线木偶，表面顺从，内心反抗。控制的背后是什么？是父母自己不安，你怕他走错路，所以替他安排好一切。可你忘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，都有自己要走的路。你把你的人生模式套在他身上，他活得不舒服，迟早会跟你翻脸。控制带来的是对抗，引导带来的是成长。你控制他一时，换来的可能是表面的听话，等到他有能力反抗的时候，他会用更极端的方式报复你。有些孩子明明很聪明，偏偏不上大学，工作就是为了气你，你说这值不值？第二个误区是焦虑。现在的父母普遍都有焦虑症，有些是现实压力造成的，但更多是跟别人比出来的。别人家的孩子考上名校，
当医生，留学美国，自己家的孩子天天宅在家里打电动，心里一不平衡，回家就念就骂，孩子听得烦，你心里也苦。焦虑是一种毒，它会从你身上传染给孩子。你天天担心他输在起跑线上，他就活在一个永远够好的状态里。他本来做得不错，你却说别人更好。他本来成绩可以了，你却说还差一点。他本来已经很努力了，你却只盯着缺点看。时间一长，他开始怀疑自己，不相信你，也不相信自己。他活着就只为了讨好你，或者干脆放弃你。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压力，是支持。他不是不想进步，是不知道怎么进步。你多给他一点信任，他反而会更努力，因为他知道有人相信他，他想为这个人争口气。第三个误区是功利，这可能是现在最普遍的问题。什么叫功利？就是你把孩子当成一个结果机器，他考高分拿第一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有用；他画画、写诗、做手工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不务正业。这种家庭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这种比较对孩子是最大的伤害。你要他成为第一名，他却只想安安静静的画画；你要他念医学，他却喜欢写故事；你逼他每天补习练才艺，他却只想有片刻的安静。看不见他的兴趣、天分、性格，只看见他的产值，那他在你眼里不是孩子，而是投资标的，是个产品。功利型的父母最容易养出两种极端的孩子，一种是工具型乖宝宝，什么都听话，什么都做，但没有自我。等你不在了，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另一种是叛逆型反弹者，他用一生对抗你，只为了证明他不想当你要的那种人。两种都很可惜。孩子不是用来满足你期待的，他是一个生命，有他自己的道。你不是创造他，你是承接他。你要做的是陪他走他的路，而不是逼他走你的路。那问题来了，你说我不是不爱孩子，我真的很努力，为什么孩子就是没有动力，没有方向？我通常不会马上回答，因为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。我会反问你一句，你有没有花时间修自己？很多人听到这里愣住，说修自己跟孩子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问题就在这里。我们太习惯把教育看作对孩子做什么，而不是自己先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有些家庭没什么资源，也不特别聪明，也不特别有钱，可孩子就是有礼貌，有主见，活得自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完美的父母，而是愿意修自己的父母。我们中国文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第一步就是修身。你自己都没修好，怎么能期待孩子修得好？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有钱有势的父母，而是有智慧、有德行的父母。我做了一个总结，做父母有5个层次。最底下的一层是粗暴型的父母，他们不讲理，只讲拳头。孩子做错什么，不问原因，先骂一顿，打一顿。他们觉得这样就能让孩子听话，可你用暴力压出来的顺从，换来的只会是将来的反弹。你赢得了一时，却输掉了一生。再往上一点是放任型的父母，他们不打也不骂，但也不管，回家就关自己房门，不管孩子交什么朋友，打不打电动，逃不逃学，都觉得算了。这种父母把自己从教育责任里退出来了，结果孩子就像断线的风筝，飘到哪里都不知道。第三种是控制型的父母，刚刚我们讲过了，他们看起来很积极，很投入，但其实是用自己的想法绑架孩子。他们以为自己是为孩子好，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恐惧和欲望。孩子一旦长大，就会跟他们越走越远。
第4种是理解型的父母，他们愿意放下自己去听孩子说话。你有没有真正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事情？不是要求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，而是欣赏他已经是什么样子。这种理解会让孩子感受到一种被尊重、被接纳的力量，他不会逃，他会靠近你。第5种是最难得的启发型父母，他们不主导、干预，而是像一个温柔又坚定的灯塔，在旁边照亮、提醒、引导。他们把孩子当成可以共学的对象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学习，一起走过困惑。他们不是讲道理，而是示范；不是逼，而是启发；不是批评，而是陪伴。易经讲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，你讲出来的话要有内容，有深度，你做出来的事要有坚持，有榜样。孩子跟在你旁边学，不是学你多有知识，而是学你有没有德行。这个德不是装出来的，是你有没有修身，有没有节制，有没有信念，有没有宽厚。我们现在社会太急了，父母也变得很功利，连亲子时间都安排得像在上课，拼命塞各种课程，理财课、英文课、心理课。可是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，孩子真正想要不是这些课，而是你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是不是一个让人安心的人？你整天讲钱、讲输赢、讲成功、讲谁家的孩子比较好，孩子就会活在一个永远不够状态里。如果你愿意讲慈悲、讲修养、讲尊重，孩子自然会有德行。他也许不会成为世俗眼中的第一名，但他会成为一个值得信任、活得自在、懂得感恩的人。你不要小看这个德。中国文化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句话不是讲迷信，是讲因果。你为人正直，心存善念，待人以诚，这种气场会影响整个家族，影响你的孩子，甚至影响他的孩子。你看有些家庭3代都很稳定，很幸福，不是运气，是因为祖上有德行，留下了福报。很多人讲风水，讲命理，其实最好的风水就是人心，最重要的命理就是德。你有德，天地就会帮你；你缺德，孩子再聪明也会走偏。你以为你只是在影响一个孩子，其实你是在影响一个家族的未来。我来讲3个真实的例子，让你看看家庭的气到底有多重要。第一个例子是我在演讲时遇到的，一个父亲跟我说，他的儿子从小聪明又乖，可上了国中之后突然变了，冷漠，不说话，成绩一落千丈。最严重的是偷了家里的钱跑出去，2天没回来。他非常震惊，说他真的尽力了，从小给最好的教育，也不打骂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请他讲讲平时的家庭生活。他说他工作忙，常加班，太太做保险压力也大，夫妻很少讲话，有时还为了钱吵架。我就问他，你们在孩子面前有笑过吗？他愣了一下，说好像没有。我再问，你们有没有认真听过孩子说话？他更愣了，说都在忙，很少。这时候他才明白，孩子的问题不在学校，不在成绩，而在家庭的气。一个长期没有温度的家庭，父母彼此冷漠，情绪不安，孩子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冰冷的。他不想回家，不是因为他叛逆，而是家让他窒息。他宁可出去流浪，也不想被困在一个只讲成绩、不讲感情的家。你以为你什么都没做，其实你已经给了他一个压抑的示范。你以为孩子听不懂你们的争吵，其实他每一句都记得。他把情绪压在心里，等有一天压不住了，就用最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。第二个例子是一个我敬佩的母亲，她丈夫早年离世，
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他没有高学历，也没有稳定收入，每天做手工、送便当、做清洁工，省吃俭用把孩子养大。有人问他怎么撑得住，他只是笑一笑说，家是我一生的责任，再难我也要让孩子觉得家是温暖。他2个孩子现在都大学毕业了，一个当老师，一个在科技公司上班，品学兼优，非常孝顺。每次讲到妈妈都会红着眼眶说，他从来没有抱怨过，我们才有勇气活下去。你看这个母亲没上过亲子课，也不懂什么教育理论，可他有一样东西是现在很多家长没有的信念与温度。他每天回家哪怕再累，也会笑着问孩子今天好不好。他煮饭一定先看孩子喜欢吃什么。他遇到难题不会抱怨命运，而是说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你不要小看这些日常，他们就是孩子最好的安全感。有这种母亲，孩子再穷都不会觉得苦，因为他的心是满。有温暖的家庭，孩子就不会往外逃。有信念的父母，孩子就不会轻易放弃自己。第3个例子看起来是个完美的家庭，父亲是医生，母亲是大学老师，家里充满书香气息，孩子从小成绩优异，是别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。可是我认识这个家庭的时候是在医院里，那个孩子在高3那年因为抑郁症住院，我跟父亲谈，他说他给了孩子最好的外在。为什么孩子会崩溃？我看着这位父亲说了一句话，你给了他最好的外在，却忽略了他最需要的理解。这个孩子从小就被安排好未来几岁学钢琴，几岁学英文，几岁出国，考什么高中，填什么大学，每一个阶段都没有偏差。他没有机会讲自己的想法，也没有人问他喜不喜欢，他只知道一件事，我要表现好，父母才会爱我。你看，这就是精致而冷漠的教育，没有暴力，没有缺钱，没有冲突，可是有一种看不见的控制感，让孩子活得越来越窄，最后看不见未来。孩子不是你设计出来的作品，他是一个生命，你给他太多完美的包装，他可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。我说这3个例子不是为了批评谁，而是告诉你一个事实，家庭的气氛，父母的状态，言行之间的真实，才是真正决定孩子命运的力量。你没有修好自己的情绪，孩子就学到焦虑；你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关系，孩子就学到逃避；你没有放下自己的执念，孩子就学到压抑。你给他的不只是生活，而是一种活法。我们中国人常说子不教，父之过，但我今天要补上一句，子无志，父先师。孩子没有志气，不是他天生如此，而是你有没有在他生命里种下志气的种子。孩子没有安全感，不是他抗压性太低，而是你有没有在他最迷茫的时候站在他身边，不指责，不比较，只是陪他走一段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教授，我已经做错了很多事，还能补救吗？告诉你，一定能。因为教育不是一场比赛，而是一段旅程。只要你还愿意走，只要你肯低头反省，你随时都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。你调整你的态度，孩子就会感受到变化；你修正你的行为，孩子就会回应你的爱。人心是柔软，尤其是孩子的心。你以为他恨你，其实他只是渴望你变得温柔；你以为他不理你，其实他是希望你先靠近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风雨，学会了忍耐、努力、生存，但下一代人需要的不只是这些，他们需要的是有德的父母，不是道德绑架，而是你有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有温度的人生态度，能带着他们穿越人生的困境。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，只有愿意反省、持续成长的父母。
你愿意改变，你就是孩子最好的起点。你自己站稳了，孩子才有依靠。你走在对的路上，孩子就不会走歪。你心中有光，孩子就不会在黑暗中徘徊太久。这世界上真正能教育孩子的，不是学区房，不是补习班，不是名校推荐信，而是你每天吃饭时的眼神，说话时的语气，吵架后的修复，失落时的坚持。这些细微的点滴，构成了孩子一生的信仰，也决定了他未来的方向。孩子不是你教出来的，而是你活出来的。你活出德行，他自然有榜样；你活出温度，他自然有安全感；你活出智慧，他自然有方向。教育的最高境界，就是你站成了一棵树，孩子在旁边看着你，慢慢也成了一棵树。